100年苦修至渡劫，今日本道主终于可以飞升躺平了。这次再无人能够阻拦我了。这是哪儿？我堂堂修仙界人人畏惧的北冥老祖，魂魄竟然落到这个同名女子身上。原身本是东玄国相府嫡女，却因生母难产早逝，又被人拼命克双亲，被送往了乡下。偏还无意中救了三皇子，被接回相府，不料却遭到妹妹楚凌轩的嫉妒，她下了媚药，囚禁在了地牢中。楚千里惨遭凌辱，最终凄惨而死。楚凌轩却顶替了她的身份，嫁给了当朝三皇子，富贵一生。就此修仙失败也就算了，竟然还遇到这样的糟心事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还没死啊？你不会还妄想着要嫁到三皇子府吧？他可说了，他此生非我不娶。还敢笑！愣着干什么？去把他给我杀了！消息之辈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口出狂言！是媚药，混沌无形阵，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困阵？不管了，先破了再说。是个男的。对不起了，借你身子一用。我知道你动弹不了的，你放心，我就用你几个毒，很快的。滚！等会儿就滚。放心，保证对你不负责。小哥哥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重谢你的。疗毒也算报酬，此物归我了。
村主，您渡劫不是还有3个月才能恢复吗？为何现在就能动了？找到刚才那个女子。村主，您找的这位女子是？找出了，凌迟。娘亲，人参炖鸡马上炖好了，来了。申宝，你这厨艺真是越发长进了。申宝还会给娘亲做更多好吃的。娘亲，你先等一等，我去把鸡汤拿过来。去吧。舒坦，这才是养老生活。小姐，找遍了整座山，也没能找到紫玄参。那边有烟火，想必是有人家，不如我们去问问。走。难怪山中怎么都找不到紫玄参，原来都被挖到了这里。只要把这些拿回去，救回三皇子，就再也没人能阻止我嫁给他。是她，原主的妹妹楚凌轩。心口好痛，原主受过的伤害在此刻显现出来了。这位姨姨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要不要来我家休息一下？快，把这个妖童和那个妖女给我拿下！是。原来你是个坏人，娘亲下手轻些。剩下的护卫交给你了。妖女，你敢伤我！又来了，看来不替原主彻底报仇，我的养老生活就无法继续了。我是未来的三皇子妃，你如此待我，皇上定然不会放过你。没想到，原样报复楚凌轩，还不能让原主彻底解气，那问题可就真的严重了。沈宝，收拾收拾，我们要出山了。你来抬我，我没力气，抬不动。没事儿，我家有麻绳，你捆上麻绳在前面拉着，我看着也开心。申宝，你要不要上来一起做？娘亲，申宝不累。船也很小，我可不能挤到娘亲。累了跟娘亲说啊。好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敢侮辱楚家嫡女，就是这般
粉身碎骨的下场。尊主，您说的那名女子，便是在这附近发现了她的踪迹。谅他也不敢出现在我面前。再探再报。是。还是个病秧子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娘亲要是没接住你，你这小身板不得摔成肉泥吗？娘亲一定会保护申宝的，申宝只想快点下来找到娘亲，还没来得及想起自己。真是母子情深呢。是你？什么是你是我的？别乱攀亲戚。儿子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他是你儿子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女人霸占了我，还和别人生儿子，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找了个什么人。方才你救了我，我要跟着你。你该不会是想说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？那又如何？大可不必。你这病根本没办法根治，时不时还会发作，而且我治病也不便宜。我家东玄首富，钱财取之不尽。相逢即是有缘，我自然要救人救到底啊！这位公子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走。娘亲，我采了一些红参果，你先垫一口。好。哇，娘亲你快看，面具叔叔抓到了鱼，申宝去给你烤鱼吃。好。申宝，平时在家里是你做饭？是啊，申宝是家里的男子汉，要照顾好娘亲。那你爹爹呢？我没有爹爹。竟是有负心人抛弃了他们母子。那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用在意他。啊，面具叔叔你开心就好。血玉镯，5年前我遗失的凤族至宝。疗毒也算报酬，此物归我了。握在他手上。申宝，你今年几岁了？我3岁半。3岁半，孕育15个月，算算时间，对上了。申宝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？你在干什么？申宝头上有汗，我想帮他擦一擦。申宝，以后要是有人对你不利，直接锤死，别客气。娘亲挖坑管埋。好，申宝记住了。看来在确定申宝身份之前，我都得跟着他们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别烤鱼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？你背我。我？怎么，让你背一背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你还不乐意啊？
没有。嗯。出发！快走快走！哎，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很有钱？是。那咱们去租辆马车吧，这么走也不是办法呀。好。租个漂亮点。行。你那么有钱，管我们吃喝住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让我想想啊，你应该还可以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都依你。嘿嘿。母亲，女儿真的要一直留着这个伤疤吗？傻女儿，你千辛万苦到无影山找到紫玄参，救下了三皇子的性命，脸上的伤是你有功于皇室的证据啊！就算要去除，也得等到三皇子十里红妆迎娶你才行。母亲说的是，三皇子曾向我许诺过，只要解了毒，便会来娶我。这不就是了？你呀，就等着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吧。无耻妖婆，还我参来！无耻妖婆，还我参来！母亲，是妖女和妖童找上门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说那俩人掉落悬崖，摔得粉身碎骨吗？不行，我得先去控制住他们，在你嫁入三皇子府之前，绝不能出现任何的变故。哎，母亲！好厉害啊！你看这个玩啊！哎呀，多大呀？这么大的鸟啊！我从没见过这干什么？你就那么放申宝出去？那雪貂也是猛禽，飞那么高，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放心，摔不下来的。这个女人不是心大，简直没有心。何人在我相府门前闹事啊？偷参妖婆无耻至极，抢我人参，不要脸皮！死小孩，今日就要了你的命！来人，将雪貂射杀，救下那名孩童。是。偷参妖婆蛇鼠一无，杀人灭口，毫无道德！还敢说？放箭！什么东西？谁呀？夫人，我这也是救子心切，差点刮破了你的脸皮，得罪之处万望海涵。你，这个女子的眼睛为什么让人觉得如此熟悉？相府主母佛口蛇心，原身救下三皇子被人得知，他便表面上将原身接回相府，实则将其囚禁，断水断粮，百般折磨。既然占了你的身体，那这份仇怨我楚千离接下。曾经比一践踏你的，我会一一帮你讨回来。娘亲，我下来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丞相夫人，你女儿偷了我的紫玄参，赶紧把她交出。一派胡言！紫玄参是我女儿千辛万苦从无影山中找到的，你不报姓名，不说来历，张嘴就说她偷窃，你可有证据啊？夫人怕是不知道，我这人懂些医术，在那偷我东西的贼人身上留下了些东西。姑娘，你如此危言耸听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来人呐，速速将此人拿下，送交顺天府。是。只要将这女子控制住，那哪怕她经历了什么手段，大可以慢慢考虑。重刑之下，再硬的骨头
也能给他打成肉泥。自不量力！娘亲威武，娘亲真棒，娘亲么么哒！夫人来人啊！妖女横行霸道，通报顺天府，请他们派兵相助。住手！三皇子到！这人就是与原主有婚约的三皇子。见过三皇子。殿下，母亲，轩儿，你为了求药重伤未愈，怎么起身了？母亲，女儿听闻有人因紫玄参一事闹上了门，还让母亲受伤，女儿如何安心休养啊？你身体要紧呐，母亲岂会怪你？三皇子殿下自然也不会因为流言蜚语就对你产生芥蒂呀。夫人说的对，楚小姐不必勉强。嗨，都是千年的狐狸了，在这玩什么聊斋呢？姑娘，紫玄参是我偷的，我认错，还望姑娘不要再闹了。你咋不知道啊？这人谁啊？轩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轩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母亲，这罢了，只要能救三皇子殿下一条命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绝无怨言。轩儿，我已经将你送来的药吃下了，体内的毒力早已化解，而且三皇子怎么回事？娘，快宣太医！宣太医，快点宣太医啊！是。唉，我早就让你们把紫玄参交出来，你们非不听，这是何意？偷东西不要紧，这偷了有毒的紫玄参是要命的。我这一路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你们一命。可这丞相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人，真是让人心寒。你上来就说要找偷紫玄参的贼，你也没说这人参有毒啊！我找偷参贼，你不也没承认吗？唉，真是可惜了。三皇子本就身患顽疾，但原本他还有3、5年的寿命，可如今遭这么一遭，怕是连今晚都活不过了。那人参我和护卫也吃了，难不成今晚也必死无疑？姑娘，人参是我带人偷的，当时大小姐正在昏迷，全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想撒气的话，罗某人这条命，你拿去便是。求你拿出解药，救救三皇子殿下和大小姐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这一路过来，本就是为了救你们的命，你为何非要寻死啊？只要银钱给够，我保你们长命百岁。我给你，这是皇子手令，我先抵押给你，日后送上黄金，先救人。三皇子大气。这颗药不仅能解了紫玄身上的毒，还能将三皇子体内的毒一并去除。殿下，啊，凝露丸，三皇子殿下，这可是已经绝迹了的解毒圣药凝露丸呐！多少钱？其余人的银子我日后来讨要，不过给你和楚凌轩的不要银子。什么意思？自然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。关系？未婚夫，好妹妹，许久未见，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？我有几分像从前？你是楚千里？
怎么能对我这个相府嫡女这般无礼呢？好妹妹，叫姐姐。这怎么可能？楚千里那个贱人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楚连续性长寿能力明显不行。是楚千里，他性情怯懦，言语无味，又怎会是你这般？8年前，你回京途中遭遇大雪封路，又遇到刺客追击，身负重伤，是我救了你，又背又拖的在大雪里带着你走了3里。7年前，回与你定亲之后，参加皇室秋猎，在猎场，你为了追逐一只白狐，误入森林，受到敌国奸细的追击，我帮你挡了3支流箭，箭箭入骨，连带着中毒，痛得摧心挖骨。不就是个小白脸，还没有5分颜色，这个人居然对他掏心掏肺，他和之前霸着人，也叫他小哥哥。娘亲，不痛。三皇子殿下，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来证明我的身份吗？不必，我信了。那就好，加上今日的救命之恩，你可欠我3条命了。是。千里啊，我真是没想到，5年没见，你居然变化如此之大。我这个当母亲的，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是吗？有多高兴？姐姐，当然欢迎你回来呀！没想到时隔5年，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呀。只是不知孩子的父亲在哪里呀？哎，孩子的父亲早就羽化登仙了。什么？羽化登仙就是死了，听不明白啊？哎呀，死了呀！哎呀，留下你们孤儿寡母，好可怜啊！真是报应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为孩子找到新爹了。好，难不成姐姐是想学一名乞丐就嫁了？不是，三皇子殿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我2人好像有婚约在身，是也不是？此话倒是不假，只是不假。我才是未来的三皇子妃。哦，我和三皇子殿下的婚约作废了？哎呀，姐姐，且不说你失踪5年，就说你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这件事，还有什么资格做三皇子妃？我就问你，婚约作废了吗？婚约没作废，只是人选变成了我。哦，什么时候变的？5年前，你失踪后。你也说了，是我不在，婚约才作废的，人选变成了你。可如今我回来了，这婚约的人选自然是要还回来了。我相信三皇子殿下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之辈。可是你都有孩子了。没事儿，成了亲之后，孩子直接改口叫爹，这不也帮三皇子省了许多力气吗？对吧？这个女人，她想带着我的儿子再嫁，等我死了不成？只要她敢嫁，我就杀了云清贵。不过嘛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。姐姐有话，不妨直说。我要开中门。开中门？我是这相府唯一名正言顺的嫡女，又救了三皇子的命，难道还走不得这中门？你个乡野村妇，也配走正门？痴心妄想！夫人，楚小姐一路归来十分辛苦，先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算算时间，丞相也该回来了。王嬷嬷在。你呀，
去准备一下，挑个好时辰，咱们开中门，迎接小姐回府。是。开中门。滚吧！渊深，看好了，你失去的东西，我都会替你一个一个全部拿回来。欺辱你的人，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心愿完成就安心离去，还我咸鱼养老生活吧。母亲，咱们难道真要让这贱蹄子光明正大的回相府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他进了相府，大门一关，你娘亲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你呀，就专心去做你的三皇子妃。这楚千里不过就是夜里的孤魂野鬼。娘亲，您说的是。放肆！门槛是主人身份尊贵的象征，如今你楚千里一回来，一脚将门槛踏破，岂不是要将整个相府踩在脚底下？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他好看。申宝，好好挑一挑，选一处院子，我们要暂且住在这里啦。好的，娘亲。殿下，熹妃娘娘宣您入宫。本王知道了。恭送三皇子。还算你识相。叔叔要表白大长老，堂堂凤族至尊，似乎还要给人当便宜爹的作响。哎，娘亲应该渴了吧？吃个果子润润喉吧。好吧。娘亲应该饿了吧？松木，烧起来炖鸡最好吃了。申宝去砍树，去吧，小心点啊。这女子倒真是娇气，穿最好的云锦，吃最温补的佳饮，睡觉被吵醒了还要发脾气，从不亏待自己一病一好。你说你一个小小的商人，就不怕相府找你麻烦？不足为惧，便是整个东玄国，本尊又何时放在眼里？厉害，厉害！是时候确认一下申宝的身份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申宝真是我的孩子。他怎么突然睡着了？太累了，就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抱他去窝里睡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
亲，那个女人真是楚千里？除了她，还能有谁啊？可我才是相府的嫡女，那个楚千里不能留。放心，你母亲能让她死一次，自然就能让她死第2次。她敢回来，那么相府就是她的葬身之地。夫人，那位小姐入住了福玉园。你说什么？她疯了！福玉园是父亲为苏清雅那个贱人专门建成的。自从他去世之后，父亲便将那院子封锁起来，谁也不许踏足。要是父亲知道，他死定了。王嬷嬷，立刻派人去告知老爷一声。是。母亲，走，我们先去看看。楚千里，楚千里，娘亲，外面是什么声音？野狗乱叫吧，快睡吧，没事儿。帮我照顾好山宝，我去会会外面那些杂碎。果然是个不好惹的女人，不过这才更有意思。老爷下令封锁福玉园，你怎敢违令而行，私自住进来？我生母的地方，我有何不敢？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母亲，切莫动气，保重身子。姐姐也许不是故意的。楚千里，你就算不给我这个继室面子，你总得给你父亲点颜面吧？是我记错了吗？我什么时候给过相府众人脸了？小心啊！母亲，夫人，哎呀，怎么跪下了呢？何必行此大礼啊？楚千里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，父亲定然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不放过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来扶母亲！夫人。出来吧。刚才是你们俩搞的鬼吧？不然好好的树说倒就倒。嘿嘿，娘亲用小刀在松树树干上划了一道口子，然后把干枯的草和火石头塞了进去。火石头好厉害呀，没一会儿就把松树树干烧穿了大半。我看他们欺负娘亲，就对着松树踹了一脚，然后树就倒了。身宝好厉害啊，都会保护娘亲啦。妖婆走了，我去给娘亲做好吃的。去吧。身宝这么乖，你有没有想过找到他的爹爹，一家人都团聚呢？他的爹长得太丑了，还是不找了。什么？你跟身宝说，他爹是个丑八怪，而且活不好。再说了，我闲着没事找个男人干什么？别用青春倒插秧，还请男友干饭去了。
申宝，娘亲喝汤。谢谢申宝。申宝真乖。吃饭吗？5千里。申宝，吃饭怎么能分心呢？是，娘亲。5千里。父亲，吃了吗？楚千里，你这个逆女！我一回来就听说了你干的好事，是谁准许你开了这福玉园？又是谁准许你砍了我亲手种下的松树？我楚千里做事，何须旁人准许了？旁人？你说为父我是旁人？楚千里，你可知这棵松树是我和你母亲定亲时种下的，它象征着我和你母亲的感情长青。你如此便是大不孝。父亲，你这些年一边迎新纳妾，一边子嗣不断，还不忘怀念我的生母，时不时便要写上2首诗悼你一番，死后都让他不得安宁。你可有获得准许？放肆！怎敢如此和我说话？哼！我以前卑躬屈膝，父亲说我没有楚家人风范；如今我嚣张肆意，父亲又觉得我不够恭敬。那你说说，你希望我怎么样？我看看我有没有兴趣给你表演一番。你父亲，父亲，母亲她重伤晕倒了。你母亲她怎么了？姐姐她砍了您亲手种植的松树，母亲阻拦不及，被树枝砸伤。请来的太医说，母亲震荡了脏腑，需要精心调养一下。你一回来就伤了你的母亲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那台怎么说我还好好的，现在又来唱戏。多谢父亲夸奖，我也算是名副其实了。名副其实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府中上上下下都在传扬我克死生母，父亲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送到乡下养大。如今我一回来，夫人对着我自称了几句母亲，便被克得砸伤了脑袋，震荡了内腑。看来我这克人的本领还真是十分非凡呢。你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我对谁叫了几句母亲，谁就会身受重伤。我想，有的是人愿意花大价钱奉我为座上宾，只为让我开口说几句。也许啊，日后相府衰败了，还需要靠我这张嘴延续往事的荣光呢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惹父亲生气呢？闭嘴！一个偷窃的贼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父亲，你看看姐姐。你这个逆女，雪儿可是你亲妹妹。我的生母只有一个女儿，父亲把我当作亲女儿，我才能和楚凌轩扯上关系。可若父亲日后再一口一个逆女，那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信不信我立刻将你赶出这里？若是父亲赶走了楚千里，那我就是相府唯一的嫡女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三皇子了。父亲，你不会，此时此刻你也不敢。这逆女回来的事已经传开了，
而且他刚救了三皇子，手中又有紫玄参和凝露丸。楚千里，我念在你是我亲生女儿的份上，今日之事我暂且饶过你。但是你心中无父无母，我罚你禁足，不许外出。倘若再如此无法无天、肆意妄为，那你就从这相府给我滚出去！我楚燕青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你看我敢不敢出去？当初那个战战兢兢、浑身吐气的女儿，竟然在短短5年时间内脱胎换骨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走。父亲，怎么会这样？父亲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就放过了楚千里？我数到1，再不走就把你扔出去。楚千里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走着瞧。不管是相府嫡女的身份，还是三皇子未婚妻的名头，我绝对不会让给你。放狠话倒是挺痛快，说是不跑得那么快，也算是有几分气度。娘亲好厉害耶！那是自然。吃饭。开饭吧。给。谢谢娘亲。我困了，我睡会儿。娘亲睡着了。母亲，你父亲又去赵姨娘那边了？没有，父亲今日睡在书房，赵姨娘前去送汤药，父亲也没让他进去。楚千里回来了，又生了一双那么像苏轼的眼睛，你父亲自然要怀念原配夫人了。母亲，苏轼就那么好？死的人都是好的，可活着的人就不见得了。母亲，父亲今日见了楚千里，那贱人十分无礼，父亲最终还是没有惩罚他。因为楚千里握着凝露丸那等保命的好东西，你父亲自然舍不得和他闹翻。可若是他没有呢？就算当着你父亲的面将他杖杀，我眨眼。您的意思是？罗胜和那几个护卫在哪儿？他们在牢房啊。他们吃了楚千里的紫玄参，若是没有解药，怕是命不久矣了。放了他们，扔到楚千里面前，好好探一探他的底。母亲，楚千里能把凝露丸那种珍贵的东西拿去救下人？他若是救了，证明那些东西他并不稀罕，手中必定有更多倚仗。若是他不救，明天整个京城都会知道他楚千里是个草菅人命的东西。还是母亲想得周到，女儿这就下令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在吗？属下罗胜带兄弟们求见。快躲进来！躲？我娘有起床气。起床气？快躲进来，自己体会。
大小姐，大小姐在吗？大小姐。你娘亲被吵醒都会这样？白天没事，娘亲睡眠前有好吃的饮一下，多半都能安然醒来。可是夜晚，尤其是半夜，打扰了娘亲，那就比较惨了。夜晚被吵醒会怎样？那主要取决于距离。距离？娘亲夜半醒来后，喜欢一边走一边转换杀人的工具，比如说毒针、匕首、袖剑、暗镖。她到了目的地，恰好换成了哪种，打扰她睡觉的人就会怎么死。你会死啊？反正对山中那些吵到她睡觉的狼啊、老虎啊之类的是如此，人的话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还好这一路走来没有在夜晚打扰过他。我们悄悄到门口去看看。好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打扰我睡觉，后自负。大小姐饶命！奴才愿意任由你处置，可是兄弟几个吃了紫玄参，马上就要没命了。与我何干？大小姐，好歹是5条人命。你们都是跟着楚凌轩出入无影山的护卫，之前若不是我有自保之力，我和申宝早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刀下亡魂。怎么，我楚千里什么时候给了你们一个我是圣母的错觉了？奴才自知没有颜面面对大小姐，奴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大小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啊！那你准备付出什么？奴才贱命一条，已经了无牵挂。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大小姐，请你自要救救他们，奴才愿意拿命来换。你自己都说了，一条贱命，我要来也没用啊。大小姐，只要你愿意救我们，奴才几人愿效犬马之劳。你之前效忠过楚凌轩，毁坏过我的院子，还险些害了我的性命。按道理，我确实不可能救你。不过，我如今行走在外，确实需要一些狗腿子。你们可能胜任？属下一定竭尽全力，竭尽全力。做得到，你们活；做不到，你们死。大小姐，奴才愿意签订死契。奴才愿意签订死契。得了吧，什么死契不死契？我从不相信纸上的东西。大小姐，奴才愿意接受您的考验。好，那你们就去帮我拿行李吧。行李？在无影山中，你们丢弃了我和申宝的行李，自然要去帮我找回来。做不到啊？做得到。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行，明日一早城门大开，你们就热热闹闹的出城去。身为狗腿子，就要表现出对主子最大的热情和忠心，明白吗？是。滚吧。走。娘亲，不拿行李没事的。你5天前不还念叨着想玩娘亲帮你做的竹蜻蜓吗？娘亲是为了申宝。当然了。娘亲，申宝好开心。走，睡囫囵觉去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贴心了？给你其他狗腿子，
更贴心。哎呀，你怎么能是狗腿子呢？你可是我的财神爷。走吧。财神爷和我夫君的差距倒也不大，都是3个字的。申宝，你娘亲是一直很嗜睡吗？申宝，你娘亲是一直很嗜睡吗？娘亲最喜欢睡觉，尤其是晚上。她刚才被吵醒时的状况很是不对劲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孕育了我的孩子，对她的身体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负担。我得留在她的身边，好好照顾她才是。尊主，立刻派人去族中送信，取凤凰血，我有急用。孕育凤族血脉产生的亏虚，只有凤凰血才能勉强不足一些。可是凤凰血是族中至宝，而且只有涅槃时取出的心头血才能凝结成血晶，族中一共只有3颗，都是给您准备的呀。是，属下立刻传信。好香啊！肯定是申宝又在煮东西了。申宝，申宝，娘亲，你叫我？是你在做饭吗？没有啊，我没煮。但是好香啊！再不起床，雪参鲤鱼汤可着凉喽！申宝，快洗漱去。走走。来，申宝，喝汤。娘亲先喝。谢谢申宝。这厨艺竟然比申宝还要厉害，挖到宝了呀！申宝真乖，来。刚开始炖汤时还觉得有失眼，看他们吃的那么香，竟有几分成就感。这白玉雪参成长到100年，就会药性增强，药味减弱；若成长到1000年，便会通体如玉，毫无味道，却能延寿30年。棒。还有这些菜，你看这一道，它可是……申宝，吃饱睡足，要做什么？再睡一觉。不是，我们今天要找事做。娘亲说的对，找点事做。那娘亲你能找什么事做？要债券。大小姐，小少爷，三皇子府到了。欠债还钱啦！见过楚大小姐。收债。大小姐，三皇子殿下还在宫中参加早朝，还未回来，请您稍等片刻，如何？好啊，不过我脚疼。奴才这就让人去准备点。
大小姐，您稍坐片刻，三皇子殿下很快就回来了。梁大人、陈大人，请放心，日后在朝堂之上，我一定给二位美言2句。多谢三皇子殿下。只是上朝耽误了会儿，这个女人竟然直接找上门来，丝毫不念往日的情分，如此不给我脸面，气上了！楚小姐，三皇子殿下，我排行为大，为了和轩儿妹妹区分开，你还是叫我一声楚大小姐吧。好，楚大小姐，黄金我已经命人去准备了，你为何如此着急？还指使一孩童在皇子府上空胡闹。三皇子殿下，其实凭借你我2人之间的关系，你说2句软话，这金子啊，我不要也没什么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？我怎么样了？你明知道我和三皇子已有婚约，两情相悦，你怎么还敢横插一脚？选你还姐姐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我和三皇子的婚约已经是定局。再者说，你已经生了孩子了，身边还站了一个这样的陌生男子。我觉得，在此胡作非为之前，先审量一下自己配不配。沈良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何我自己总是如此？三皇子殿下，看意思你是不愿意讨好我来抵债啊？堂堂皇子需要讨好一个女子来抵债，银子自会如数奉上。想好了？姐姐，你就别胡搅蛮缠了。三皇子人品尊贵，岂会因为你这些金银就扭曲自己的本性？姐姐，还望你谨言慎行。那我就再强调一句，自己做出的选择，贵子也要坚持下去。当然，当初说好了，三皇子殿下和妹妹服用的凝露丸不收钱，其余的除了罗胜，还有其他5名护卫，共6人，每人1000两黄金。什么？6人？当初护送妹妹出入无影山的，除了罗胜，其余5名护卫接中了紫玄参之毒，知道妹妹心善，定是不会置那些护你安全的护卫生死于不顾的。毕竟你们可是在山中摸爬滚打越狱的交情。楚千里，你别在这胡言乱语。三皇子殿下，你难不成是要毁约？这6000两黄金啊，给还是不给吗？说是不给，我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好名声，岂不是一朝付之东流？护卫的命也是命，本王会守约。殿下爱民如子，对待寻常护卫都如此尊敬和体贴，轩儿很是佩服。不过，罗胜等人是相府护卫，那么这些人的钱，本当我来还。无妨，本王既然答应，就不会食言。金子我会如数奉上，但你以后不许拿此事纠缠。三皇子殿下大气，真不愧是和我订立婚约之人。你放心，我日后一定不会再纠缠。好，管家拿黄金给他。殿下，拿给他。这还不快去！是。
容貌再如何惊艳，也改不了他无比贪婪的本性。和温柔单纯的轩儿根本没办法相比。哎，殿下，这6500两黄金换成白银也要7万有余。可殿下并无封号，只是个普通的皇子，这俸禄也只比一品丞相高上些许。就算每年给你5000两的俸禄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殿下，你这得积攒多少年，才能有今日这些黄金啊？这个女人在给我下套。这个女人在给我下套。三皇子身份尊贵，这个问题还是我自己回答吧。至少需要14年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人怎么可能14年不吃不喝，只顾着攒钱呢？更何况你还是尊贵的三皇子，这人情来往、年节月礼、门客徒生，还有府邸维护，每一项都需要补贴。难道殿下就不能有自己的产业吗？轩儿，莫要胡说。妹妹，你还没听懂我刚才的话吗？这官员尚且不能与民争利，更何况三皇子是尊贵的皇室，还是皇上赞不绝口的皇子，人家怎么可能违反朝廷律法呢？你说是吧？你是故意的。三皇子啊，我已经替你算好了，这齐妃娘娘受宠多年，这手中一定有不少积蓄了，再加上您的外祖齐家的接济，差不多也是能拿出这6000两的。不过这恐怕会掏空齐妃娘娘的积蓄和你们齐家的所有家产，所以接下来怕是要辛苦殿下和齐家人一起吃糠咽菜，好好体会一番民间疾苦啦。你早就算计好了。这怎么能是算计呢？这是我对你的好心提醒。记得我跟您定亲之后，第一次见面呢，头上戴了一只步摇，殿下当着众多宾客人的面指责我贪图享乐，不知节俭。自那以后，我身上再无分毫金银珠宝，吃食也变得劣质糟污，连个下人都比不上。所以你要我吃糠咽菜，节省金银？不止您自己，还有齐家人，算算也就吃糠咽菜大半年吧，差不多。好，楚千里，今日的事情我记下。是我小瞧了楚千里，以为他只是贪财，却不想他藏着毒蛇一般的算计。殿下不必客气。那么接下来，殿下是要接受拥护你的朝臣众筹，还是接纳未来岳家的接济，亦或者是你自己铁骨铮铮，勤俭节约，艰苦朴素，节省银钱？我自己节省银钱。太棒了，三皇子，这朝中有你如此心善之人，必定会在朝中引起一番勤俭节约之风的。哎，妹妹，你口口声声说对三皇子的情谊，如今三皇子要体验人间疾苦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好好陪他呀？我自小锦衣玉食，什么时候受过委屈？可当着殿下的面，我自当愿意同殿下一起同甘共苦。太棒了，我住得近，我会好好看着你的。用得着你假好心？这一招用的便是光明正大的阳武，对付云清归这种心思深沉、善于伪装的人，没什么比现在将他明晃晃的晒在太阳底下更难受。他真不愧是我儿子的娘亲。好啦，
我这贪财之人就不在这清廉的三皇子府逗留了，免得让这清净之地沾染上金钱的铜锈气。风玄度，让人搬上金子，我们走。好。带走。是。好香啊！娘亲，你醒了，傅叔叔来看你2次了，鱼汤要凉了。那我们赶紧起。走。哇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胃口要被你养刁了。这以后要是没了你，我可怎么办啊？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这个女人5年前逃得干脆，如今还不是承认离不开我？果真是口是心非。你怎么不要求我继续跟着你呢？你堂堂东玄首富，会甘愿留在我身边做厨子？你不问怎么知道我不甘愿？凤玄度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？陆千里，吴千里，孽障楚千里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有人上门替我来找事儿干。父亲，吃了吗？跪下！父亲，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儿，又是何必？楚千里，你敢伤害三皇子，我杀了你！妹妹，打打杀杀也就算了，如今怎么还玩上碰瓷儿的把戏啊？香儿，父亲，父亲，你要为女儿做主啊！楚千里，你也太过嚣张跋扈！你先是大闹了项羽，之后又对你的嫡母不敬，致使其受伤，现在仍然下不了床。再者，你竟然敢对三皇子殿下无礼，而如今又伤了你亲妹妹轩儿。今日我这个做父亲的定要好好管教你一番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楚丞相，你与我连养都不曾养过，
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啊？原来你一直对我心存怨恨。没错，你得感谢东玄效以为先，朝廷律法又规定了杀人偿命，否则你们坟头的草都发芽了。你，哎呀，楚丞相，你可要小心啊！你如今位高权重，若是被气中风了，那岂不是亲者快，仇者痛啊？千里，是仇者快，亲者痛。可我这个亲者不痛啊！倒是那些想接替楚丞相位置的人，怕是心痛，一时措手不及，没能准备周全。孽障，你给我住口！你一个只生不养、偏心无边的父亲，你说话我就得听他，你哪来的脸啊？你，我如何？我如何？老爷，母亲，老爷，你消消气呀！千里是姐姐留下来的唯一骨血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千里啊，我知道你怨恨三皇子拒绝了你的婚约，他转头喜欢上了轩儿，可是你也不能去三皇子府闹事啊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何来闹事一说啊？住口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秦氏，我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他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胡作非为、肆意妄言！我不许你们伤害我娘亲！有我在，没人敢伤害你。你们走远一点，别误伤了你们。所有人，给我上！是轩儿。母亲，老爷，既然父亲的手下批养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帮他们治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逆女从前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废柴，怎会有如此恐怖的身手？继续。看来处置这逆女的事得从长计议了。我们走。慢走不送，有空多来玩啊！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大问是非，要不然怎么会舍不得看到他有一丝的不舒服和委屈？我会帮你除掉他们这些碍眼的人，你只需好好留在我身边。娘亲，宫里还送来了请柬。齐妃娘娘的生辰宴，怕是没安什么好心啊。不过正好将这些人一起解决，报了原主的仇，我也好尽快继续我的退休生活。娘亲，你要去吗？宫中设宴，自然要去。珍宝也想去。好，就带你一起去。那我呢？你也想去啊？啊？那你慢慢想，是吗？走。尊主，等等我。怎么就跟着那女人跑了呢？以前也不这样啊。呀，难道是看上那个女的了？
那要是这样，我手里的这瓶酒，要不就送给那个女的吧？这样我岂不是讨得尊主的欢心了？就这么干。见过父亲。轩儿，快坐下。你这惊鸿舞练得如何了？我自小练习惊鸿舞，早就已经将其刻在了骨子里。可是父亲，您不是说这项绝技不能轻易展露于人前吗？现在是时候了。你可知为父方才被宣入宫，所谓何事啊？倾城之中忽现百花盛开的祥瑞之景。不错，这祥瑞之景出现的太过及时了。齐妃娘娘刚好生辰在即，赶上了此等的好时候。若是如此，那齐妃娘娘的地位岂不是水涨船高吗？过几日就会有人提议皇上封后，这一旦成功，三皇子的身份可就是嫡主。我朝向来就是嫡庶分明，有了这嫡皇子身份，那这太子之位非他莫属。那我和三皇子之间的婚事，你和三皇子殿下自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而且皇上已经决定要为齐妃娘娘大办生辰宴，满朝3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携家眷参加。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呀！父亲，您放心，这次齐妃娘娘的生日宴，女儿一定一鸣惊人。我保证为咱们楚家争口气。好。还要让楚千里那个贱人丢尽颜面。好香啊！娘亲，申宝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娘亲，你忘了，今日是宫里的宴会呀，你答应我，带我一起去的。哎呀，千里，我来给你做。凤玄都，你该不会是旧疾复发了吧？耳朵怎么那么红？还有往脖梗蔓延的趋势啊！我和申宝的长期饭票兼靠山可不能有事啊！我没事儿。没事儿怎么可能这样啊？我帮你看看。你不用管。你把衣服换上，宫宴马上开始了。我和申宝在外面等你。申宝。这裙子竟然是艳丽的红色，突然想到5年前被我强迫的那个小哥哥。5年前，如果遇到的人是凤玄都，我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娘亲，你快点换好呀！好啦。我就知道，她最适合这般艳丽的红色。走吧。姐姐，远远瞧着身形像姐姐，没想到还真的是啊。只是姐姐怎么今日戴了面纱了？我若是有楚千里的容貌，必定恨不得日日让人追捧才好，绝不可能遮盖起来。而楚千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难道是脸上有什么不妥？我怕摘下面纱，气死你！妖婆走开，别吓到我娘亲！
别看，辣眼睛。我们走。不，你们两个！走。见过丞相大人。三皇子殿下，皇上驾到！齐妃娘娘驾到！陛下万岁！齐妃千岁！大胆！皇上面前怎敢不跪？皇上有礼了。退下，不可对天玄楼主无礼。天玄楼主，祝爱卿坐。谢陛下。他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玄首富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了天玄楼主2日前，京城之中出现盛放的祥瑞之景，恰逢齐妃的生辰将近，朕心甚郁。想着宫中许久没有热闹，便借此机会与尔等君臣同乐。臣等谢陛下。父皇，天降祥瑞，乃百年从未有过的盛事，定然是上天感念父皇英明贤德。且儿臣调查得知，这百花盛放区域之内，竟有一老人一夜之间又生黑发，实乃神迹。很多百姓都自发为父皇立起长生牌位，儿臣觉得应当去祭祀宗庙，将此事昭告天下才是。你呀，还没有查清祥瑞的缘由，哪里就能昭告天下了？好了，今日是你母妃的生辰，好好坐下，陪你母妃喝几杯。儿臣考虑不周，多谢父皇提醒。父皇，儿臣如今正在如素修身，先将这桌上的荤菜撤下去吧。也好。分明顿顿吃着，还说什么如素？这三皇子分明就是麻袋成精了，真他妈不住！惺惺作态。放肆！住口！小殿下出言不逊，楼主千万别放在心上。父皇为何向着这个外人？啊，这玄帝宁愿打自己儿子的脸，也不敢得罪凤玄柱。看来我这靠山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秘密。陛下，今日是齐妃娘娘生日宴，臣女特准备一支惊鸿舞，为娘娘与陛下助兴，还望陛下允许。让你见识一下，真正的相府嫡女究竟是什么样。惊鸿舞，朕早就听说过楚家小姐惊鸿舞一绝，今日便有眼福了。准。多谢陛下。
楚林轩的性子虽令人不喜，可平心而论，这支惊鸿舞跳的倒是十分惊艳。就这么好看吗？不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凤足善舞，我虽不喜欢舞蹈，但若是他真好这口，那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那我好看吗？那我好看吗？你当着孩子的面在说什么呢？一般吧。切，在下蒲柳之子，入不了楼主的眼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只是不喜欢你用欣赏的目光看别人而已。你没事吧？哦，吉兆，这是吉兆啊！这是舞蹈以来的蝴蝶呀！定然是了，王妃之位，怕是非楚二小姐莫属了。一曲惊鸿舞翩跹，万千彩蝶一流连。此等美人美景，三皇子真是有福了呀！这楚林轩还真的有那花香招引蝴蝶，而且引来的还是那么多色彩艳丽的长翅凤蝶，还专门撒了金粉，这生怕自己凉得不够快啊！好，好啊，真是祥瑞呀！臣女借此舞，恭祝皇上福寿安康，祝愿齐妃娘娘青春永驻。好，好，好，哈哈哈！不愧是丞相之女，真是一舞惊人呐！啊，陛下，此舞对舞者的要求极高，楚小姐能跳得如此无可挑剔，实在是让我等敬佩呀！前有百花盛放，祥瑞之景，后有惊鸿舞至，彩蝶轻靡，这可真是祥瑞遇上吉兆。我东玄接下来的一年，安安稳稳，顺顺利利。往日的苦楚，今日总算是得到了回报。非之为我楚林轩势在必得。哦，皇上，陛下，我，这蝴蝶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快去赶走那些蝴蝶！陛下，你这……我的脸！我的脸！陛下，快救救臣妾！救救臣妾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王，儿臣不知啊。陛下，我……陛下，臣女不知今日为何会出现此等变故，但是臣女的姐姐一定有办法解毒的。她之前曾拿出过凝露丸，那可是解毒的圣品，如今不过是几只蝴蝶之毒。姐姐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对，陛下，千里他能耐非凡，一定知道这蝴蝶是怎么回事。千里，你还不赶紧上去给陛下诊脉？千里，我知道你因为我和轩儿的事情一直心有芥蒂，可眼前的事情波及到了父王，我相信你一定善解人意，以大局为重，是吧？诸位把胁迫说得如此大义凛然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善解人意，以大局为重。若是不帮你们解决呢，就是小肚鸡肠。
公私不分了？楚千里，那此事你怎么看啊？皇上，您和齐妃娘娘中的乃是长翅凤蝶之毒，可有解药？有。不过此解药贵重，我只有5颗，都在这里。快呈上来。皇上中毒不深，只需每日服用1颗，连续服用3日即可。不过齐妃娘娘和凌轩妹妹情况比较严重，需连续服用7日才能彻底根除毒素。不过这解药又没那么多，全身因为容貌丑受了那么多屈辱，我也要让齐妃和楚凌轩尝尝因为貌丑而被天下人耻笑的滋味。药丸只有5颗，我敢和皇上或者齐妃争取。天都不错。陛下，臣妾……哦，那此事你要好好谢谢千里才是。是。千里，本宫多谢你了。楚千里曾经跪在我面前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如今居然需要我来向楚千里道谢，等熬过这个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楚凌轩，你跳的舞为齐妃惹来了无妄之灾，现在就到殿外跪着去请罪。什么时候齐妃原谅你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陛下恕罪！陛下恕罪！来人，拖出去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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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臣女知错了！臣女知错了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，丞相，你还有事吗？不敢。楚千里，你救驾有功，可有想要的奖赏啊？奖赏不敢，不过臣女确实有一事想恳求皇上。但说无妨，难不成你想让朕为你与清规赐婚？原来他弄这么一出，就是想嫁。非也，臣女斗胆恳求陛下为我和三皇子退婚。臣女想恳求皇上为我和三皇子退婚。退婚？退婚？楚千里，你在说什么？三皇子乃是天子血脉，你一个失贞又名声全无的女人，你有何资格退婚？你以下犯上，尤其是冒犯皇室，乃是重罪。陛下，冒犯皇室确实是重罪，可臣女想问一句：恩将仇报，冷漠无情，残害未婚妻，是否应该同样承担罪责？你这话是何意思？我楚千里自出生时便没有了生母，未满月时就被送到乡下长大，好不容易活到了13岁，一切平静无比。是因为对三皇子的救命之恩，才被重新想起，接回了京城，卷入这重重纷争。你是对三皇子有救命之恩，当初也是本宫请求陛下给你和三皇子赐婚，你还有何不满？这道伤疤是我为救三皇子所致。身为被救者，对救命恩人没有回报，这是不义；身为未婚夫，对未婚妻冷漠猜疑、不闻不问，这是不信；在未婚妻被传身死后，转头就和未婚妻的妹妹另立婚约，这是不忠。可偏偏这样一个不义、不信、不忠之人，却拥有着皇室子弟中最好的名声，是不是可笑至极？陛下，楚千里他疯了，他满口胡言乱语，未免他对您不敬，还是让人把他拖下去吧。陛下，臣女再次斗胆恳求陛下退了我和三皇子的婚约，从此我将祝福他与臣女的妹妹恩爱白头，
双宿双栖。父皇，儿臣与千里可能有些误会。儿女婚事本就应该是两情相悦，既然你和千里有缘无分，你们二人的婚事就此作罢。啊！父皇既然同意了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整个东玄国唯一被女子退婚的皇子？今后该如何立礼？臣女多谢皇上。你也应该好好劝劝三皇子。照朕来看，楚千里除了性子耿直一些，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是，陛下，是臣妾不好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殿下，您消消气，我也不知道那蝴蝶。三皇子殿下，楚丞相，心情可好啊？看来是心情不好啊。看到你们心情不好，我这心情瞬间就好了。楚千里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楚丞相，你没事多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配不配。千里，我也没想到这次误会了，还让你死心，说出了退婚的话。你若是后悔，果然，殿下的脸皮的确是厚。不过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如今我俩已经解除婚约，以后两不相干。按道理来说，我应该给你送一些临别祝福，什么前程似锦啊，太假了，我怕我说出来，殿下也不信啊。那我就祝殿下一事无成，穷困潦倒下半生，从此夜夜想着我的好，越想越是睡不着。千里，哎呀，你被我的真诚祝福打动了，大可不必啊。哎呀，从今以后风水轮流转，我楚千里受过的苦，你必定都将承受一遍。楚千里，你殿下，您消消气。主子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娘亲，你帮我做的竹蜻蜓还在，生宝好开心啊！去玩吧。好。这些东西代表着我错过了那5年时间。那5年中，有楚千里艰难孕育申宝的1年半，还有申宝从出生嗷嗷待哺，到长大坐骑爬行走路言语的所有过程。你给申宝做了这么多东西。山里无聊，我那会儿的身体又陪不了申宝太长时间，只好多做些玩具给他打发时间。那时候你的身体怎么了？生下申宝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变故，身体没养好。哎，有段时间下床比较吃力。凤玄度，你怎么了？刚才不都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有些伤感？难道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？身体没有养好，下床都那么吃力，那么他是如何养大申宝的？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？这是申宝100天的时候，我亲手为他打造的。不过后来长大了，就不愿意戴了，送给你玩了。不过，凤玄度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说些实话了？威风八面的天玄楼楼主，连东玄帝君都要礼让3分，却委身留在我身边。
你究竟有何目的？我的目的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楼主深谋远虑，我一个小小女子，怎么能看得出来？你做什么？千里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凤玄度，你说云清归该不该死？你想他死，他就必须死。好，如果以后发现你另有所图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家有悍妻，千里，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千里，千里呀，主母听说你跟轩儿闹了些误会，我过来开解开解。分明是来求人的，却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真是让人不爽。唉，千里呀，你听主母一句，你到底是个女孩子，今后是要嫁人的。可如今三皇子将你抛弃，你又未婚先孕，生下了个生父不详的野孩子，又没有娘家的护持，这被三皇子抛弃？你搞错了，他不过是我扔掉的一个无用垃圾。千里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三皇子啊？我知道你是嫁不了他，心有怨恨，但只要你把解药给我，你我二人还是好姐妹啊。若是你还对三皇子抱有心思，那就等我嫁过去成为正妃，我把你招过去侍奉，也未尝不可呀。要我一个原配嫡女给你做妾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千里呀，你就在主母面前不要演了，闹来闹去的，你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引起三皇子的注意吗？随便你们怎么想，今日过来，除了帮楚凌轩讨要解药之外，可还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有事儿。主母听说你现在手里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吧？有啊，好东西多得很。你感兴趣啊？感兴趣啊！你放心，我可不会亏待你的。相府啊，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商贾，这手里的门路可是不少的。你的东西换算成银两，你自己独得40%，如何呀？40%啊？那主母岂不是吃亏了？哎呦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可亏的呀？是迷离香，可惑人心智，乱人思绪。可惜了，凝露丸都给皇上了。那你什么都没有了？有什么？娘亲要开始演戏了。嘘，不要影响你娘亲的发挥。不能给，师傅说了，不能给，谁都不能给，不能给，不能给，不能给！母亲，我的脸！楚千里，你疯了！不能给，不能给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夫人，不会再有人来了。你们这里是相府，难道你要把这里面翻天吗？你们最好小声点，吓着了千里，你们赔不起。惊吓！你看楚千里这个样子，是谁惊吓谁啊？你别过来啊！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你站这儿，你别过来！天书，送客。夫人，请。走。哎，
走啊！哎，别走，别！楚千里，我诅咒你，你会被最爱之人背叛，永受蚀骨噬心之痛。你那宝贝儿子将会认贼作母，你修为散尽，生而不得，死而不能，最后像条野狗般冻死在乱葬岗里面。吃饱，睡觉去，走。去把他的舌头给我挖了。是。喝了再睡吧，可以助眠养颜。凤玄度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贤惠了。胡说什么？也不知道最终会便宜了什么人。这么好的一颗白菜，可不能随意让人给拱了。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你自己喝吧，我走了。回来。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，我堂堂凤尊不要面子。喝完了。还有何事？今日楚凌轩离开的时候，我在你身上发现了一股特殊的力量。那是玄力。玄力是什么？仔细说说。青乌大地分为3域，下域为凡尘，皆是普通百姓，实力最高者可达先天；中域为修行者，修行者的寿命根据玄力的深浅长短不一，但凡可以跨入修行者行列的，寿命最少可以延长50年，再长的几百年也不过是弹指间。这到底是给我安排了个什么地方？想安心养到老就那么……还有一域呢？最后是上域，被9大家族所掌控，非天赋绝顶的修炼者不可跨入。其中凤族不在这9大家族之列，却在上域为尊，一族占上域1/3的地界。凤族，凤凰，身手都搞出来了，这么刺激。凤族容貌华美，实力最强，其中有位凤尊有。凤玄度，
你说凤凰和什么最配？这个也不太好说，也许是凡人。凤凰肉，好想吃啊！凤凰之大，一国炖不下，一边红烧一边麻辣。你说什么？你也想吃啊？等我把那个凤尊抓回来，炖分你一只吃吧。你，哎呀，别激动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有好吃的，我肯定想着你。多夸两句，能够引起他对我的兴趣。没想到他竟然想知道我好不好吃。哎，我渴了，还想喝蜜香果茶。你就慢慢想吧。傅玄度，他怎么了呀？大姨夫来了，刚才也聊得好好的，突然就生气了。难道是每个男人1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？长期饭票兼座椅，我就包容一下吧。哎，等你生完气了，记得给我端茶。我不端。快点儿，渴了我睡不着的。这是欠他的。你稍等一会儿，等会儿我给你端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沈宝，来了，娘亲。走。要去哪儿？因为解毒的事儿，东玄帝给我封了个郡主的称号。今日西川来了位使臣，找我过去呢。乖乖在家待着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不过是见个使臣。千里，西川水深，你不宜单独涉险，与我同在，至少可护你周全。好吧，那就有劳凤公子再做一回我的护卫了。走吧。见过陛下。千里来了，快落座吧。是。西川通政使觐见。西川通政使觐见。瞧着温和无害，周身却萦绕着一股阴邪气息。蝼蚁罢了，别误了眼睛。见过陛下。这毫无破绽的笑容，可比林清规到位多了。还是来了个进化版麻袋姐。免礼。陛下，我跟随师父修行，习得一些观相之术。刚才瞧见陛下的圣颜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陛下前些时日是否得了一场重疾，非常严重？大胆！你竟敢胡言乱语！皇上一指龙虎精神，龙体康健。你还看出什么？陛下虽面相凶险，如今眉目之间却带着紫色的祥瑞之气，这显然是已经度过了危机，而且寿元大增，这是极为长寿的吉兆。陛下有个好儿子。好儿子？这个时候提的你儿子，难道是三皇子找来的人？陛下有个好儿子。何出此言呢？陛下之所以寿元大增，是因为有人献祭了自己的寿数，祈福而得。唯有血脉最为亲近的后辈，才能达成此等条件。我来东玄之前，师父曾梦有所得，
说曾见一位至纯至孝的公子，梦中还给了他一些指点，而这位公子便是东玄的三皇子殿下。哦，父皇，儿臣的确在梦中收到一位老者的指点，难道就是这位使者的师傅？正是如此。正因为三皇子肯为陛下折寿，孝心感动天地，但是此举对于身体的损耗也极为严重。微臣这儿正好有一颗回春丸，可以为三皇子补充一些虚耗的体力。父皇，儿臣献计寿元，为父皇祈福，也是心甘情愿。这回春丸还是献给父皇服用吧。吾儿能有如此孝心，朕十分欣慰，但这是你的缘分，我看还是你先服用吧。这西川的药丸不验证一下，我可不敢随意吃啊。是，那儿臣就先吃了。使者，快将药交给三皇子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三皇子殿下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刚才成熟了许多？楚郡主，你这是何意？要不你照下镜子。快，拿面镜子来。我眉毛，我头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不小心将回春丸拿成了去寿丹？楚郡主，你为何和三殿下开这样的玩笑？怎么，使者的丹药出了问题，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来转移注意力啊？三皇子殿下的头发一看便是玄力所，在场的人能够修炼玄力和三皇子有过节的人，就你楚郡主一人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按照我和三皇子殿下之间的仇怨，我应该割了他的脑袋才是。按照我和三皇子之间的仇怨，我应该割了他的脑袋才是。你，父皇，儿臣无碍。如果能消除楚郡主往日的恩怨，便舍弃这头烦恼丝，也值了。真没想到三皇子竟有如此心思。好，我和三皇子殿下的仇怨从今日起全部消散，而且三皇子殿下愿意贡献寿元来为陛下祈福，我实在是很感动，所以我愿意送人送到西，今日就由我来帮助三皇子殿下彻底完成心愿。如此说来，楚郡主，刚才三皇子殿下的头发是你所为。我知道你很想知道，但你先给我闭嘴。等我帮助三皇子之后，我再来找你。哦，朕倒想知道你如何帮助清规。陛下，我这儿有一个改动的阵法，只需要半盏茶的功夫，就可以将三皇子殿下的全部寿元转移到陛下身上。别信他，这阵法不可能被轻易改动的，是故意吓你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陛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撒谎呢？来吧，三皇子殿下，别客气，
保证能把你所有的寿元一丝不浪费的转移到陛下身上。陛下，还要劳烦您站在阵法边缘。父皇，儿臣愿意把全部寿命移交给父皇，感谢父皇的教导和养育之恩。儿臣还有几句话。三皇子殿下，您的真情实意实在是很感人，所以您能进入这阵法了吗？楚千里，你就恨不得我死是吗？三皇子殿下不敢进入这个阵法？我敢！为了父皇，牺牲我一个人又何妨？那就快点儿，维持阵法很累的。陛下，您请。陛下，三皇子啊，千里都说了维持阵法会累，这个人怎么还慢吞吞的，如此不识趣？都告诉你了，那阵法是假的，你还怕什么？你想清楚了，现在进一步便是前途无限，退步粉身碎骨，你自己选。云清归这个作死的麻袋精，竟然真的通敌叛国，这样的人杀我不可惜。转换寿元的阵法有伤天赋，但这个阵法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幻阵吧，用来对付这个王八蛋，绰绰有余。停下！楚千里，快把阵法停下！我自己的寿元凭什么给别人？我的声音还给我，把我的寿元还给我！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年纪大了就该退位让贤，为什么还要继续霸占这个位置？我的寿元是我的，整个东玄都应该是我的。东玄都应该是我的。千里，帮帮我！我不想死，我求你了。你不是得了仙姬寿元的法子了吗？让人帮你贡献点寿元不就好？不，那是假的，是这个使臣给我出谋划策的。他们说我用一下苦肉计就可以换来父皇的怜惜，所以我才配合着演了一出戏。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，好啊！陛下，三皇子一派胡言，我跟他没有丝毫关系。干坏我的事，娘亲！这张，他不是那天被我强迫的红衣妖孽小哥哥吗？你没事吧？放玄度？我没事。我又不是邪修，做不来有违天和的事，你自然没事。云清归，父皇，儿臣刚才说的都是假的，都是他，是楚千里他算计我。住口！朕本以为就算是你再胡闹，也该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
可万万没想到，你竟丧心病狂到了通敌叛国的地步。儿臣没有，儿臣不知啊！到现在你还死不悔改！来人！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将这个孽障拉出去，痛打30廷杖！父皇，放开我！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父皇，诸爱卿都坐吧。哎呀，三皇子伤得不轻啊！这身边要是没有人精心照料，这恢复起来怕是不易啊。千里，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我想着，楚家二小姐楚凌轩，未来的三皇子妃，不是一直说和三皇子倾心相许吗？多亏了千里的提醒，真差点把这桩婚事给忘了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三皇子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亲生子，的确是不妥的。父皇，儿臣不屈。锦归，谢恩吧。皇上，这时间如此匆忙，怕是来不及给三皇子殿下准备大婚礼仪呀。来不及准备就不准备，把老三和楚凌轩贬为庶民，一顶小轿抬进去，就当作成婚了。反正他们2个人真心相爱，不会在意这些繁文缛节的。是。父皇，我是你儿子，亲生儿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庶民，云清归。千里，申宝，娘亲以前跟你说你是人参精变的，其实是假的。娘亲准备跟你说出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呀？其实你不是人参精变的，你是……千里肯定猜出了申宝的本体是凤凰，待会儿我该怎么跟申宝相认？千里会不会生气我一直没有说出实情？你是朱雀。呵呵，凤玄都，你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份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憋着。娘亲，朱雀是什么呀？五行主火，是掌管南方的神灵，很牛气的哦。千里难道还没有认出我？还是说他早就把我原来的样子给忘了？而且为什么会往朱雀上猜？难道他不喜欢凤凰？千里，申宝，刚才受到惊吓了吧？咱们回去吃大餐去。好的，娘亲，包在申宝身上。问题来了，该怎么抱才能在不惊动二人的情况下，将他们全部送回房间呢？真是甜蜜的烦恼。凤玄都，你又做什么好吃的了？怎么还没睡醒？不是我不愿意起，就是床这个小妖精太有吸引力了。那你要怎么打败这个小妖精呢？普通手段怕是不行，但如果你能辞藻华丽的夸奖我2颗钟，我也是能考虑移情别恋的。那雪参鲫鱼汤可要凉喽？我和床分手了。今日是云清归和楚凌轩的大婚日子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吃饱饭再说吧。
为了2个渣渣浪费自己的吃饭时间，不可能。江离如此态度，定然是不在意云清归了。如此甚好，如果你想去，我陪你一起。好，一起看热闹去。楚千里，你这个贱人，为什么我落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说成亲吗？为什么在外面停了那么久？皇上让这2个庶人成亲，那就是要让郡主看得开心，看得解气。如今不确定郡主会不会来，那就自然要等着了。除非郡主确定不来，否则等到天黑半夜，那也给我等着。嬷嬷，楚郡主坐上马车，和天香楼主一并过来了，你快准备着。你们俩快去！哎呦，这庶人身上的伤还渗着血呢，一会儿脏了郡主的眼睛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越是惨，楚郡主越是高兴。就这样，换身衣服拖出去，成亲拜堂的就是。你们敢帮着楚千里如此对待我，有朝一日我重归皇室，必将你们千刀万剐。陛下亲自下旨除名，将你的名字从皇家玉牒上抹去。就这，你还想重归皇室？我看你啊，还是做梦来的更真实。做什么白日梦？你们什么你们？快走吧你！放开我！别让郡主等得不耐烦了你！来这边请。谢过楚郡主，谢过天香楼主。不必多礼，都这个时辰了，婚礼还没开始啊？这不等着郡主来吗？老皇帝办事还挺妥帖。那我可要好好瞧瞧了。郡主啊，按照我们民间的规矩，您这样尊贵的身份来参加这2个庶人的婚礼，那一定得是上座，而且啊，还需要2位新人向您磕头行礼才行。放肆！见到郡主还不跪下行礼？好像哪里不太一样。吐血了！对，是这个女的不是这个儿死。他的舌头可以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行刺郡主！来人啊！行了，开始吧。是。楚千里，你可满意了？大仇得报，十分满意。云清归，当初跪着的人是我呀，如今位置颠倒，三皇子殿下可有何感想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恶毒。所以按照三皇子殿下的意思，我就应该乖乖的被你害死在乱葬岗，然后看着你们2人对着我的尸体鄙夷嘲讽，最后恩爱的双宿双飞吗？如此想来，倒也是成全了2位啊。2位新人应该向郡主磕头行礼。2位新人也该懂事一些，早些行完礼，好让郡主离开这个污浊之地。人生，现在你可还喜欢云清归？可还恨着楚凌轩？
春的薄冰被你狂了几次，莫道乱舞雁难断翅。云氏，这两人今后将互相折磨，必死厌恶，一生都活在楚千里3个字的阴影之中。你我就此作别了。风玄度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还有几句话要和你说。楚千里，你之所以恨我，是不是因为你当初对我求而不得？但凡你喝酒的时候多吃2颗花生米，也不至于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。楚千里，是不是以为你现在背靠着天玄楼主就可以一生无忧了？我靠着凤玄度，难道不是吗？殊不知你有身上这副好皮囊，你一个名声丧尽的女人，还带着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种，你凭什么能混到如今风生水起的地步？楚千里，当初我是尊贵的3皇子，你只是一个没有生母庇佑又养在乡下的野丫头，如何能配得上？你就是天生卑贱的，所以我拒绝你也在情理之中。我楚千里从不信命，更不依靠任何人，没有人生来就是卑贱或是高贵的，所以现在我回尊，你回卑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恭送郡主，恭送郡主。不好吃啊！我尝尝。奇怪，我是不是得冠心病了？心跳好快，好像需要点速效救心丸。味道太甜了一点，我下次再给你做淡一点。就那点东西。这会不会有些太亲密了？多谢。千里，你走那么快，我腿长走得快。怎么不走啊？确实长。当然，脖子以下都是腿。这画面好像是看起来脑袋上面踩了2个高跷啊！你是不是分不清大小？知道谁是主子吗？那我错了，认罚可好？这叫心脏的小老弟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罚？你想怎么罚都随你。等，我一个母胎送了那么多年的单身狗，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些？难道我这2天不是心脏有问题，是思想有问题？我终于准备不当人了，当上自己小姐妹的主意。我先记着，回头再罚你。好。在想什么？佛曰不可说。真的不能告诉我吗？或许我有办法来解决。这种事情还能轻易解决啊？小杜，我在。我心情好，想要加餐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就去做。凤凰炖一切，我都可以。我会做比凤凰更好吃的东西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哦，你还有此等手艺啊？自然。好，我等你。别跳了。这毕竟是孩子他爹，长得又那么好看，得快点把他拿下。
而且还那么有钱，哼，精虫结定。可是要用什么办法呢？有了！我就不信这都不上床。申宝，你来了，吃饭吧。申宝，怎么了？凤叔叔，你可以当我爹爹吗？申宝，你从前，娘亲身边只有申宝，如果能多一个人对娘亲好，申宝就很愿意。申宝，你真的愿意认我做爹爹？只要你对娘亲好，申宝自然愿意。吃饭吧，来，申宝。申宝，来吃饭吧。爹爹做的饭闻着好香呀！爹爹，申宝他想让我做爹爹。难道你？申宝觉得有凤爹爹在身边，娘亲便开心好多。申宝想让娘亲一直开心。说得好，下次别说了，吃饭。差点以为他坦白身份。千里，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申宝说我在你身边，你开心了许多，是真的吗？假的。不过有个人免费在我身边给我当厨子，确实挺合我心意。只要你能开心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是不是也应该做做准备？比如给自己断条后路。我吃饱了。难道我刚才太过激动，一时间用灵力过猛了？我现在对旋律的控制能力那么差了？凤爹爹太重了，把床都压塌了。哎呀，这床怎么坏了呀？是啊，床坏了，要不然今天我就睡地上吧。现在天气也挺凉的。娘亲，我热。太潮湿了，伤身体。对，要不我们挤一挤？娘亲床坏了，让天书叔叔再换。申宝，你不会嫌弃爹爹的吧？今天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要挤一挤。没有嫌弃。申宝真乖。待会儿该和千里说些什么才能显得自然？如此也很好，也算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如果告诉千里我的身份其实是奉族尊主，他会不会产生抵触，从而疏远我呢？爱一个人就得给他花钱，带文相不带凤玄度去买东西培养感情吧。凤玄度，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天玄楼那边应该都会有准备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我没有，我是觉得咱们出来逛逛，
不买点东西可惜了。天轩楼涉猎广泛，你想要什么，那里基本都有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送给你。不能吧？这条街至少60%都是天轩楼的产业。哦，钱多了不起。往事。这玩意儿不错，偷偷买来送给凤玄冬吧。你和申宝在这待着，我去买个东西。谢谢老板。还能不能让人好好追夫了？不用试了，你已经被下了暂时失去灵力的药。果然是你。这么久了，千里怎么还没回来？有千里的灵异气息。虽然只能让你失去3个时辰的灵力，但也足够。不愧是丞相大人。最讨厌你这种说话的口气。你以为这次你还能应付吗？还是说你在等那个天玄楼主来拯救你？别做梦了！这周围已经设置了特殊结界，哪怕他有通天的本事，也绝对找不到这里。笑什么？若是被人看到我们这副场景，真是想破脑袋，估计也猜不出咱们是父女关系。别跟我提什么父女之情。从前，我看在你生母的份上不为难你，可如今呢，让我处处被针对、被羞辱。东玄帝已经撕去了我的位置，让我好过，自然也不会放过你。真是义正言辞。你的女儿被传命克双亲送往乡下算什么？被养母和妹妹欺辱的时候，你这个父亲又在干什么？那是你活该！一出生我就应该掐死你，但让你这孽障害我落到如此境地。楚千里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那我就把你的头割下，送给天玄楼主当礼物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有灵力！楚千里，你这是要弑父我！你也配做父亲？千里，娘亲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个结界是上域的东西，天玄楼主能找到，那证明他也是上域之人。他隐瞒身份在你身边，看来你也不过是一个被欺骗、被利用的蠢货。废话真多，去死吧！我是东玄最尊贵的丞相，绝不允许他人决定我的生死。千里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可能？我不好，强行使用灵力的副作用。千里，
身体的亏损居然都补回来了。青离，好些了吗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青离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坦白。你是不是想说，其实你是凤族至尊？还有，5年前我在无影山下遇到的那个人，是你？青离，你都知道了，你不要生我的气，我怕你知道我的身份，觉得我接近你是居心不良，会远离我。青离，你别生，青离。凤玄度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啊！青离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身边缺个凤凰当夫君，你可愿担任？乐意之极。在问地中山宝，你看那边是白虎，那边是朱雀。朱雀，娘亲，凤爹爹真的是我亲爹爹吗？对啊。那爹爹是朱雀吗？你爹爹呀，说不定是个凤。青离，喝茶。这玉佩，你可别多想，我就随手一买，不是卖给你的。好，但我很喜欢。拿别的东西跟你换可好？拿什么换？整个天玄凤族，包括我。但我有个条件。是吗？你归我。